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冠名播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上桌吧主咖。怎么喝都好嚼，怎么嚼都好喝。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冠名播出。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慧。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呼兰，再次欢迎各位朋友们到来，欢迎，感谢，真的是感谢。今天是我们这一季节目最后一期了，对，聊聊感受呗。好多朋友也是第一次说脱口秀，对，虽然人家是第一次来的，咱们这期节目是最后一期录的。我们经常在私底下饭局上说脱口秀。我们的第一次遇到了你们最后一次，就反正是不知道还有没有第2季啊，所以说大家对这个节目有什么美好的期许？肯定有第2季这么好的节目。太对了，迪哥聊聊吧，迪哥聊聊今天感受如何？感受挺好的，因为我也算是半个语言工作者嘛，录的很多节目也是要分享生活中的各种段子啊什么的，但是就是接触这种逐字稿比较少一点，所以我就还是要去卡那个节奏，而且会尽量把自己的语速降慢一点。其实还是快，还是嘴瓢了。我能明显感觉到迪哥跟现场的观众，他会看现场观众的反应，然后调自己。对，我会感受一下，等那个笑声时间，反正就是也是慢慢磨合。希望有机会多来就可以再锻炼一下自己。难怪你活多，人家工作多呢，就是。鸡排我今天回去也要学习炸一下。我相信你可以，并且你一定可以的。谢谢，我要加入鸡排家族，我炸羊排。我感觉宝哥今天确实游刃有余的，就是感觉他在掌控这个场子。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跟我们平时那种表演是完全俩概念。你就像今天回来我弟弟说了，他说别使相哈，这个事儿我真研究过，就没来之前我就研究过，使了一些，其实还是使了一些，控制不住。什么玩意儿？下！你使好用。我使倒是好用，倒是脱口秀就是我觉得跟观众那么直接的产生互动是很少见的。但是作为我们这种演员，我就是特别习惯，就是上来就想跟他互动，就恨不得伸手下去跟他玩去那种。对于我个人来讲，就是把平时能外放的全都收回来。哦，这是收过的是吧？这都收过了，就我已经很憋着了是吧？今天对，难受。是憋综艺反应，学一学。对，不说话也有镜头啊。对，还是不一样。我就努力的控制自己往回收，那种自然感，那种松弛感，哇，真的是不一样。所以说，宝哥得常来跟你们学习啊。我也找不到那个松弛感。但你那个猛虎下山那劲儿挺棒的，弟弟。这个技巧叫猛虎下山。早安呢？我也会有宝哥那样的感觉，就是确实我们可能会更习惯自己创作出来的东西，可能会更自己对自己把握的节奏更好一点，自己可能更清晰一点。麒麟我可能一首歌一般上场我只唱1/3，剩3这样都不是我自己唱的，都是跟观众互动的，所以他这个感觉不一样。能唱过来的吗？就塞话筒门就递过去，让他唱出来。我的摆造型，摆造型，他只唱后面3个，我不唱摆造型，我把摆造型全给他们大家摆。所以我就不太想，如果这种方式用脱口秀上，这很诡异的。就是如果我来参加这个节目，但是我用说唱的方式，大概就是他呀，是不是？他呀，还是会控制不住这个节奏，因为我们的节奏可能是更固定一些的。但是来了挺开心的，我也学到一点东西。刘教练呢？刘教练，也是半个语言工作者啊。对，我是劳动工作者。刚上台之前超紧张的，就是手流汗。其实我准备了一个草稿，我看到了，他没用上。我讲我第一次现场听脱口秀，所以我觉得我以为会有休息，就完全没有。然后一个完就换张绍刚老师上去，然后再下一个，这就继续了。所以我在过程当中也当了观众，然后也一直笑得很开心，化解了我在很紧张的一段时间。然后直到快要换到我自己的时候，我突然有点警醒了。那个导演说你前面是一个比较疯的脱口秀演员，所以你不要被他所影响啊。后来我想想，谁到底比较疯呢？你这里在这儿啊。觉得分享完之后，不完美，但是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经验，对我来讲是一个人生很棒的体验。宝哥也没有想到没有中场休息哈，前面喝太多水了。对，今天吃咸到了，咸到了之后，不停的在那喝水，我说好渴呀，我那边水我都舍不得喝。你看那瓶子看起来很大，喝起来里面水很少，我都舍不得喝。但后来把
终于把尿喝出来了。我的天哪，就上这怎么办呢？有点坐那，你看搁腿吊着，这怎么也憋不住了。一看不行，去吧，来吧，脱口秀演员毛豆，对啊，对，第一次来，我还是不明白那机器人在后边干啥。没人懂。这个我觉得还是比正常讲脱口秀好讲点的，就是说我们 Q 蹭老师们我们就好讲，老师们自己讲自己就相对就难讲。蹭不着你，主要是没有抓手。呼兰哥已经写了，咱就是只攻不守。毛豆第一稿写了7000多字呢，对，哇，硬删到2000个字。不是我没写过，我就想说什么写什么。真的，那7000多字里面有4000多字是写麒麟的。麒麟都没这么多字儿。你删了3000字，删了别人的，还是把麒麟都留下来了？留下来就更好嘛。没有觉得对你有所删减？没有，我告诉你，都在说你。宝哥说猛虎下山，这猛虎直接撞我身上了，也没撞别人身上，对着你来的，就等于说。没，已经删减非常多，已经删减非常多。小七聊聊呗，唯一的常驻，唯一的干了6期，我有点那个吐不动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感觉吐槽也会累的，但已经觉得很狠了。而且我觉得时间比较少，我其实最近2期是有点担心的。我之前想写那种就是又看似在冒犯，但实在没在冒犯，然后观众笑完没有人抓出毛病来，哎呦，做梦呢。但是就有点写不出来那些东西了，有点压力，其实多少有点但是很开心，特别感谢节目组啊，下次还可以这么群里找我啊，我感觉对我们还挺温柔的，虽然已经有点狠，但你没看到之前有主要是多狠。对那个早安老师稍有点狠，就是你之前说的是喜欢2万，也很喜欢，我觉得你俩当时那个珠联璧合的，哎呀，挺可惜的，成语了，就差点比翼双飞了。就像你和F杰尼珠联璧合。来呗，鸡排哥聊一聊，今天表现超级好啊！我可喜欢他那劲儿了，角度也好，从他的那个角度。其实真的说实在话哈，非常感谢，就是说我们的导演、编剧，就是说他给出的是非常好的一种剧本，然后有很多的细节是叮嘱再叮嘱，然后我昨天晚上是搞到2点钟，今天早上我6点钟我又爬起来，一直来到现场为止。你平常炸串的时候一般几点起？炸串我不需要用这么大的精力啊，我一般都是下午3点出摊。其实讲脱口秀比卖鸡排累呗。你们在那种台上非常松弛，一种自然的一种表现。哎，我到台上我就把控不了了，但是我可以把控我的油窝，我把控不了这种的。所以说专业的事情就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。但鸡排哥特别可爱，我们刚才结束了，我还问那个鸡排哥，我说那到时候回景德镇，他说哎，欢迎你来景德镇来排队。我刚才说的是，其实在座的所有朋友去到江西景德镇，其实你们是不需要排队的，直接刷脸就可以了。那500多个排队的就看我们过去。但是有可能的话，到时就是说我没有被包围，你们去到我的那里，你们已经被我的顾客所包围了。哇，这是小宝老师来了吗？哇，这是杨迪老师来了吗？哇，这是不认识了。哇，这是鸡排哥只能记住2个人。哇，都来插队了。我的所有顾客都是非常非常热情的。谢谢鸡排哥，真正的欢迎，真正的来，咱们分享完了。对，因为今天我们的嘉宾就是除了鸡排哥，也算是比较资深的综艺人们了，肯定对那些游戏非常的熟悉，所以我们准备了2个比较简单的小环节来跟大家互动一下。哎，第一个环节叫做人生故事瞎掰王。待会儿屏幕上会出现一个简短的小故事，是在座某一个嘉宾经历的真实故事。我们每一位嘉宾都要把它当做是自己经历的事情，轮流讲这个故事，丰富故事的细节，假装这个故事就是你的故事，来迷惑其他的人。讲完以后呢，我们来一起选出那个谁是真正故事的主人公。这种游戏杨迪哥都是国家队的水平的。但确实就是我的故事，确实。我认真说普通话的时候，其实是播音腔，任何人都没发现过。其实你们是不知道的。如果我认真说话的话，其实跟播音没区别。刚刚哪个是播音腔？中央人民广播电好差的播音。从哪里开始是播音腔？从哪开始？刘教练应该是台湾腔吧？台湾播音腔吗？台湾播音腔。这个要不要从小齐开始？好。因为其实我去学过一阵播音主持那种，他们说我的声音条件还可以，比如说我很认真，今夜月凉似水，这故事真他的，大家都觉得我东北话口音特别重，但毛豆觉得我普通话特好。对呀，这样，
一点口音没有，一点口音没有。我也觉得咱俩也挺好啊，整的你没有口音这一块。对，你到你我他这一题其实就是说，首先这个人日常生活中肯定讲的不是普通话，所以才会有我认真说普通话的时候，我就不是个讲普通话的人。我讲普通，今夜月亮似水，差点。你要做饭呢，你要差点就过吧。这个锅越来越凉了，这锅呀，这是。鸡排哥也要玩哈。我们也要猜一下。其实，我记得在去年11国庆节的时候啊，不是，你就直接讲一遍普通话。你听好好讲，想不想吃鸡排？很多的官方媒体嘛，去到景德镇进行采访，媒体就说你的普通话是相对比较标准的，真的，哎，真的。他说你是当过主持人吗？我说我没有当过主持人。他说你是播音腔啊。鸡排哥，冒昧的问一下，哪家媒体？这种不实信息我真的要杜绝一下。合情合理。但是有的媒体他就说过，他说你是做过主持吗？他说你是学过播音吗？我说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整的还挺像，现在我都有点信他了。我就是用我的真诚去换取我顾客的真诚。接受到了。我现在告诉你的是，我现在说的每句话都是真诚面对，那么这就是我。天哪！哎呦，你贴脸了哥，你没玩过狼人杀，你不知道你赌上职业生涯的不能贴脸吗？咱这游戏就不能的是吧？早安。我前几年去录综艺的时候，有很多媒体，他们就说你怎么一说普通话的时候就是播音腔啊？你是不是干过主持人啊？然后我就说，哎呀，我说你是哪家媒体？他说他是一些官媒。这家媒体见谁给谁讲，我就说是我都没发现这件事儿，然后他们就说你是学过播音主持吗？我说没有。我在此非常真诚地说，我说的每一句话，你也赌上你的职业生涯，我的每一个顾客。你的顾客，你是听众吧？听众都说了，我保证我说的是真的。这个在这儿叫致敬。工作这么多年，说的从来不是普通话，全是口音非常重的川普，大家也能听出来。而且我故意把我的发音位置弄得很高亢。其实我真正说普通话是很低沉的，但那样就不搞笑了，所以我就是也不给别人展示，我不展示，这就是我。啊！哎呀妈呀，到你了！就看我信念感强不强啊！采访我的人都会突然间发现，哎，宝哥你别那么正式行不行？宝哥你再活跃起来点儿，因为一到采访的时候我就自增，哎，自增啊，字正腔圆，你字正清白，你在字正腔圆的去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。请相信我，感觉是刘教练的事了，这真。大家一定觉得这不是我的故事，但这真的是我的故事。其实我本来也是在讲普通话，是有很多的台湾腔，因为我在，你笑什么呢？加油！但我讲真的，因为后来因为我练的是戏剧科，然后就开始调整你的发音。哎呀，我还做过这个电台的主持人，我的天，大概有2年的时间。所以低沉讲话的时候就是放歌，然后我讲普通话的时候相对就会比较有播音腔。我的天啊！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。我不说太多了，就这样子。还是有点像哦。我信了。拆吧，咱俩。其实是我这个，他搞错了，怎么最后不是找我念那个，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吗？念张老师的那个，咱俩是评委，你知道吗？咱俩不用那个猜这个。我想演一会儿，你想演一会儿。那就在我和小七之间猜一猜。谁呀？在我跟东红哥之间猜一猜吧。没啥好猜的了都。鸡排哥哈，是吧？应该鸡排哥吧？谁？是这样的，就是说平常，因为有的时候不说完全是很标准的普通话，有的媒体他就是认为我就是学过播音，不会再说2句，结果不是他。小七刚来那一下确实很播音腔，我投鸡排哥，我投小七。真正的是他的发音非常非常标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说了呀，我在一个综艺里被人发现了，说话像播音腔，就问我说：“您是学过播音主持吗？”我说：“没有。”
你是原创的，你拷贝它干什么？傅兰老师，对不起，我误导你了，我真的误导你了。我都以为你说那个啥，你这么真诚，我肯定是你啊！显得我刚才像个傻子一样，我还教他玩呢。我说你这样不对啊，这样怎么能玩了？我说下次不能玩了。但是这个故事，那个鸡排哥是经历过。我的故事也是编的。好真诚啊！好真诚啊！下一步是你的鸡排了。编的，这么会骗人干嘛？鸡排哥好厉害。没有，他怎么你是后说？他怎么？你为什么说鸡排哥的故事啊？他说是在，反正有人来采访他，我说我在综艺里有人差不多，问我其实是一个故事嘛，我只是这个壳是一个好壳，差点被鸡排哥骗了，服了，服了，今天晚上服了。你读一下这个规则，会不会是播音腔？早安，来，接下来是我们最后的游戏环节了，这个游戏叫做谁是贪吃鬼？我来说一下游戏规则啊。首先，我们每一个人抽一张卡片，确认自己的身份。身份分为平民和小偷2种。每轮游戏有3个小偷，其他人都是平民。大家面前各自放一个眼罩。游戏开始时，请所有人戴上眼罩，导演会唤醒小偷，并告诉小偷吃掉的食物。小慧，小偷们需要在15秒内尽量无声无息地吃完被分发到的食物，并带回眼罩。您继续。你们好像是那种动漫里面的播音腔。从小我妈就叫我叫贪吃，从小我妈就跟我说我是贪吃鬼。这个眼罩期间对任何人提问或者互动，突击检查某个人是否是小偷。然后大家就把这个小偷选出来。这个游戏我跟迪哥都玩过，迪哥在跟我玩之前1个月玩过5次。咱猜谁在吃？那吃完了不就桌上就前面人家就知道你吃完了？他可以吃别人的，他不是只吃自己的。对。小偷摘眼罩，谁是小偷？把眼罩给摘下来。摘下眼罩，我已经摘下来了。宝哥，是不是你呀？小偷要吃月饼。不可能，月饼都被我吃光了。呼兰没说话。我在这儿，你听。那肯定没有刘教练，他不能吃热量这么高的东西。有嚼的声音呢，宝哥。有人声东击西。小齐，我有没有东西啊？啦，早上干嘛呢？我听有人在嚼，听着有人嚼了。对，是你左边那个人吗？你右边是谁？是鸡排哥。鸡排哥，如果你在嚼的话，小声点哦。徐志胜玩不了这个，徐志胜吧唧嘴。谁挪了一下？就在旁边。好，就在旁边。开了，可以了吗？漂亮了。哎呀，这个眼镜戴久了，这个戴久了好难受。哎呀！刚吃完，没插嘴呢。这是吃过还是没吃过啊？这个属于谁刚吃完？前面有动了。这个吃了，对呀，吃了，对呀，这没毛病。那小偷吃了，谁呀？这个也吃了。这个是我吃的，我一坐这我就吃了。这个不好吃啊，这个木糖醇的。这儿吃了，那儿吃了。我这儿那啥，这是吃过的吧？我是捏的，用手捏的。算吃了吗？没吃，你看我这嘴干巴巴的，干巴巴的。我感觉刘教练他一直没说话，我摘下了还在有点不敢，我也觉得。我也感觉，我都听见他嚼了。我想说刘教练不能吃吧？这么晚吃月饼，违背他的职业习惯。我觉得呼兰很有可能的。啊，呼兰，你还吧唧嘴呢？哎呀，我觉得呼兰还有可能啊。很难咽哈，很难咽。好久没吃了，还在这儿品呢。有点干。好久没吃这种甜的东西啊，品味了。哎，真甜，很难咽，有点干。我觉得已经找到一个了。不是，我刚吃那个，我吃那个太大口。这找到一个淘汰。有几个呀？3个。我们这里有3个人，对吧？对。好，第2个。早安鸡排哥至少有1个。绝对是鸡排哥。
主要鸡排哥嚼得很大声，你也不声不小，我没吃，我真没吃，你嚼声不小，弟弟。宝哥，那是你听的基本不是我嚼，早安听到了，他说你早安说怎么谁在嚼，你都听得见。不好说，但我主要是右边嚼的声音大。毛豆肯定不会嚼，他吃的话只用1秒。我要吃你们都看不着，什么叫天赋异禀？我给你们看看，我一个饼一个饼。我只想说的是，为什么他这里少了2块？这里是我一开头我坐下来就吃了。这个游戏还没开始他就吃了啊，因为他吃东西没有人能发现。你看到了吗？你看到他开始就吃了吗？又来这招，又来这招，我不会再被骗了。不行，怎么都要投你。对，鸡排哥，我所说的是，我是小偷，可以吗？相信了吧？我就是小偷，可以吗？省得你们猜，你们现在不需要猜了，我就是小偷。是了，可以吧？好，那么我想说的是，你也是小偷，他的又是随移动的，难道一个人可以移动2个吗？玩过老人，你去想，鸡排哥，我不知道到底是谁移动的，我搞不清楚。插不上话。他已经自我承认了，是吧？你他属于铁证如山。刘老师已经自我承认了。那么现在的问题是，我承认我是小偷哎，你承认了吗？我承认了，有3个，我承认了。那么您的是谁移动的？是不是你自己移动的？但是你又说我，早安也是小偷，我就不知道啊。早也是小偷，我不是，我也是小偷。好，你们2个一起投。鸡排哥他要把自己同伙供出来才是。首先我承认我是小偷，那么现在的小偷只有2个，一个是您，跟一个是你。他想保一个同伙啊，他想保一个同伙，有计策。现在只有你们2个人快速承认，你们当中有一个是小偷。逼供，我们宁可错杀，不可错放。现在我要的是速度，快承认吧，承认吧。最起码不能说让我一个人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吧？是因为鸡排哥第一次当小偷，他就是个。这个责任，杨迪哥1年承认100多回。是，反正我刚才已经把事已经挑明了，那么现在就看你们2位，到底谁去承认自己是小偷？这么大的胃一点官都没有。现在就是你们2个人。现在这个东西，我面前的这总共有3盒东西，是真的有官媒在吗？保安，我们这儿有点那个了。我是感觉啊。我是感觉他有点老玩过狼人杀，就是那种知道自己暴露了，然后把一个平民拉下水，因为那个小偷都能看见是谁是小偷。我就觉得，所以说我觉得那俩都是平民，投小齐吧。投小齐。他的手有这么长吗？可以拉得到我这里的。哎，你看你为什么要保护他？啊不，我没有保护你的意思。哎呀，行吧，就承认吧。我给鸡排哥定了。你买鸡排5块钱呢，5块钱。但是他也有可能拉2个平民来保护中间其中的一个平民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他能玩到这个地步吗？现在我不管什么样，我要投票，我要投票。鸡排哥，已经被动了。鸡排哥，现在不可能。鸡排哥，鸡排哥，已经被动了。鸡排哥，现在不可能。鸡排哥，我晚上还有事儿，我要把这个事情要说。我晚上还有事儿。这只是个衍生，我正片都录完了。怎么可能呢？我控制有可能，我打死我都不相信。我控制行，这样鸡排哥，我们先把刘教练投出去。他肯定是，你也是一个，把你投出去。我是吗？然后我们你是啊，你不承认了吗？我是吗？你就不是了。妈呀！好，我投刘教练1票。刘教练是全票。刘教练是这样，我的状况是这样，是你也来，你也要像这样是。我的状况是我不知道那个眼罩拿掉这么快，所以当拿到眼罩的时候，我嘴巴那个还没有吞完，我这根本没办法说谎。没事儿，你的队友很猛，现在已经一滩浑水了。投票吧，我投鸡排哥1票。投鸡排哥1票。投鸡排哥的举手。我不说话了。现在我们找不到真正的小偷了，现在有点难度了。被混水了已经。我把我的话要表达清楚吗？我不表达清楚，我总不能让真正的小偷浑水摸鱼啊，在这里。哎呦我的鸡排哥太有料了，他太可爱了。小齐，投小齐。投你，我投你，我投杨迪。我投小齐，我也投小齐。我投早安。啊，这会儿1和4号。小区书记，他是小偷吗？他是不是啊？
我就，哎呀，我真感觉没投你呢，手你没有怪不得国家没有出去，我们赢了，全部在保你，感觉到你玩的太全部在棒了，保你，我们保一夏你天的，玩的太好了，国家队跟天才放一块了，全部在保你。因为我只有，因为我以后玩这个游戏只和鸡排哥玩，我以前那艺人我都玩不下去了都，你看这个玩的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我学到了。鸡排哥是一个很会骗人的人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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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想保到你，厉害，你真的保到我了，最起码3个人里面起码要保到你。确实，因为一个教练。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能看到各位老师们，我们整季的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那边还没有结束。衷心的祝福各位老师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越来越好，能接到更多的活儿，在更多的节目里见到大家。拜拜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我们一起合个影，来。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冠名播出。